这是一次特殊的葬礼，特殊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别的人物。葬礼究竟为谁而举行？一代名将牺牲的背后，究竟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传奇中国精彩奉献，解密共和国第一次国葬。这段影像资料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播出的。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葬礼，拍摄于60年前。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规模如此隆重的凭吊活动，因此有史学家把这次葬礼称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葬。那么究竟是什么人能够享有如此殊荣呢？这段影像拍摄于1950年10月21日，河北邯郸。画面中数具灵柩从火车车厢中被抬下，随后依次装入等候多时的灵车中。车队在街道上缓缓行驶，沿街两侧全是花圈和祭桌。当灵车驶来时，不时有群众上前迎接，摆上贡品。直幡前导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等领导人。灵车最后驶入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这里内外高悬着朱德、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贺龙、罗荣桓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挽联、挽帐。规格如此之高，送葬仪式如此隆重，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次意义非同一般的葬礼。我看到以后就非常的震惊，我就反复的研究，反复的思考，我就认为它应该定位于我们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葬。尚荣生，邯郸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毕生从事太行山抗战历史的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档案室里发现了这段影像。就建国以后，任弼时的那个安葬也是非常隆重的，那是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隆重的一次大的这个仪葬活动。那么这个仪葬活动正好是在左权将军的这次夷陵安葬之后，在这之前没有。然而，既然是第一次国家级别的葬礼，为什么除了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之外，其他国家领导人却没有到场？如此隆重的规格，又是为了纪念谁？而葬礼地点又为什么会选在远离首都的邯郸来举行呢？根据向荣生的调查，这一天共有8位烈士的灵柩安葬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报道的核心围绕着一个名字：左权。左权字叔仁，湖南省醴陵县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1942年，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他，在日寇的突袭中不幸牺牲在太行山下。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在左权将军牺牲8年后的1950年，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设完成，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规模的烈士纪念建筑。中央决定将左权将军等8名抗日烈士移灵到这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原本准备参加这次特别的葬礼，可一场突然而至的变故却打乱了人们的计划。
究竟是什么事拖延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呢？那就是朝鲜战争。1950年前后啊，中国正在做出是不是要参加抗美援朝的决定啊，似乎也是在这种背景当中，安葬抗战当中牺牲的左权将军啊，也就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这次被夷陵安葬的烈士，都是牺牲在8年前十字岭上的一场战役当中。虽然时隔多年啊，但是对于左权将军的牺牲，却一直有着很多的疑团。当时，左权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是当时的高级将领。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那场十字岭的战役当中，很多普通战士都幸存下来了，那为什么有着丰富战场经验、身为八路军前敌指挥部2号首长的左权，他却偏偏牺牲了呢？袭击他们的日军部队啊，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么当年的十字岭上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太行山区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最集中的地区。1942年5月8日，日军下达 C 号作战命令，把摧毁八路军总部和主力129师作为攻击重点，要求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都列入捕捉名单。日本那个就相当狡猾，就是这个什么呢？他用那个叛兵啊，他是出现在无意扫荡，在那边包围，大喊慌死，大喊大叫。没想到他们那另外搞了一个3万人的部队啊，就在八路军周围埋下，搞叫铁桶边，像棚子一样，围着慢慢修复。我们那时候查下那个是失去了顶天。日军为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特别成立一支名为“特别挺身杀戮队”的特种部队。他那支部队呢，全部很精干，又会讲山西话，又是有讲山西那些人，他是挑选出来嘛，120个嘛，挑选出来了，全部都打扮成八路军样子。在一篇刘伯承于1942年反扫荡的资料中，是这样记述这支日军的：每人印发了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并对整个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由于缺乏经验，八路军总部的位置最终被日军的这支特务部队发现了。发现哪里有了就配点，发现哪里配点。就慢慢就进来了，鬼子部队啊，他们包括那大部队慢慢就过来了。清朝那就来了一架飞机，就大略的转那儿走了。个把钟头以后呢，它会一些来回的轮流。面对危急的形势，当时的彭德怀和左权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最后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要求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带领总支机关、北方局机关和北方局党校进行突围。那左权呢就叫彭德怀呀，警卫连赶快说是派一个班就把他送回去。开始他不回去了，不回去做参谋长就硬跟他讲，他说平时你指挥我，这次我要指挥你回去，啊，硬叫他回来了。告诉我们机要科的人，我们不是以为是搞机要工作的吗？不能要怕这个失密，就让我们趴下，就在他后边。他只要带一个小式部队突围就行了，那皇家可以退下去，但是他不能忘记这些，不能把这些机要能量丢掉了，他的心就在这里。由于担心八路军机要文件被日军截获，左权始终不肯率先离去。我当时心脏不好，我说他就拉着我走，我就讲，哎呀，我说14号，你要指挥部队，你不要，我自己慢慢走。他说不能掉队，我喘不上气，让我休息一下，我就下来了。左权就这么看了一下我，说他赶快跑，赶快跑。
啊，回击不了。参谋长，有危险！参谋长，卧倒，卧倒，卧倒！是从这里打进了，打进去以后呢，没有流血，走了50米以后，就卧拖下去了。那一卧拖下去了，后来这个换天就这么睡到了，脑壳头10字面那面，这面就戳这面山，然后睡了死了。我们有一个同志，就看一看，说你怎么还没走？我说我又喘不上气，他就告诉我14号牺牲了。当时我就眼泪哗哗哗的流，我不相信，我说他刚离开他真的。突围成功的战士们在一个村庄里找到了彭总，告知左权已经殉国，并呈上追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彭总难过的没有转身，更没有借枪。这是一次特殊的葬礼，特殊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别的人物。葬礼究竟为谁而举行？一代名将牺牲的背后，究竟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传奇中国精彩奉献，解密共和国第1次国葬。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1940年年中，左权正在八路军总部策划一个针对侵华日军的大胆计划的时候，这个左太北出生了。女儿单眼皮、厚嘴唇，非常像爸爸，圆圆的脸蛋、饱满的额头、白白的皮肤，又很像妈妈。平时啊，这个彭德怀他不苟言笑啊，但是呢，他却非常喜欢这个小家伙。他建议，为了纪念这段在太北地区的战争岁月啊，不妨就取名叫太北。那么几天后呢，左权把妻子和女儿接回了总部。这是左权37年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有妻子，有女儿，有家。但是谁能料到，这样的幸福它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月。左权将军的宿办史。左权将军呢，他是1940年进驻麻田镇，呢，在这里居住有2年的时间。将军的每一份家书都在。北生病时，几乎有2个月，你抽出每个黄昏的休息时间来看我，安慰体贴，无微不至。
眼看着我消瘦下去的身体为之不安，曾想尽办法使我吃东西。其实，在你的深爱中，已使我的病痛泯然若失了。4天3夜的生死战斗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的女儿贝贝，我不曾给她一点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亲吻女儿了。这段时间，没有人去延安，左权都托人带给妻子一个包裹，里面除了信，还有买给女儿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就连自己发的新军裤，他也都舍不得穿，全都带给妻子。此时，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左权就丢下他们母女俩，牺牲在了突围的路上。这是一张左权牺牲4天之后鬼子拍下来的将军遗体照，曾经刊登在敌伪报纸上进行炫耀。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呢，在左权将军殉国之后，他的遗体曾经被我方战士掩埋，可是不久后便遭到了鬼子的挖掘。当时这个战况是一片混乱，日本鬼子他们又是怎么得知这个左权他已经牺牲的消息呢？你即便是知道了，他们又为什么能够准确地找到将军的埋藏地，并且来挖棺暴尸荒野呢？话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联想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之前这个左权他在的突围部队几经辗转，却始终被这个鬼子给死死咬住。难道说是这个部队里面出了内奸？而左权将军的遗体最后又是怎么从鬼子那个地方回到我们身边呢？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它是有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4天后，鬼子退走了，战士们来到十字岭，找到将军的遗体后就地掩埋。没想到，没过多久，鬼子又杀了回来。他们在十字岭到处挖掘，终于挖出了左权将军的棺木。打开后，还给遗体照了相。显然，鬼子这次就是冲着左权的遗体而来。究竟是谁暴露情报了呢？这一切疑团直到后来清理士兵遗体的时候才得到了解答。对的经纬上告诉我，他讲呢，其中左权死的地方有一个八路军，这个八路军呢谁也不认得，打扮的八路军，这个也死在左权的旁边。这回来一翻呢，就在那个帮推里头就发现那个爆发器，退伍，就是被那个杀人一直说那个杀人部队嘛。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左权牺牲消息给发布出去了。就是这个消息，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夺回将军的遗体，只有10几个人的游击小分队随后向鬼子发起了冲击，战斗进行了近4、5个小时。在连续追击了大约4、5公里远的路程，鬼子见到天色渐暗，担心遭到包围，只得放下左权将军的遗体，仓皇而逃。可是，在营救左权将军遗体的过程中，6名游击队员却永远地倒下了。此后，八路军总部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挑选一块景致秀丽之处，为左权修了陵墓。彭总亲写墓志，朱总司令题诗，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无暇顾虑个人问题。直到34岁，由朱老总作为与中央巡视团刘志兰结婚，这是他送他妻子赴延安学习时拍下的一张照片。中间这个女儿是左权的女儿呢，就是在我身边的左阿姨，就是左权将军的唯一的女儿。这个手拉白绫的小女孩就是左太北，当年才10岁。那时的她还不明白，父亲已经牺牲8年了，为什么她和母亲还会来参加这样一场葬礼？其实，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就开始着手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陵园。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人参加了当时的破土奠基仪式。这个陵园有一个很明确的任务，就是将左权将军等烈士的灵柩从各地集中到一起，让烈士有一个安息的地方。大概整个陵园建设和35万斤小米，这个数字就非常的庞大。可由于后来内战爆发，陵园的建设被迫停了下来，直到华北解放后才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指示，邯郸陵园应当加快建设速度，争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竣工，同时举行左权将军等诸烈士移陵安葬仪式。最初的，确定移陵安葬的时间，应该是在1949年的10月1号，也就是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步要做这件事情。陵园的有一些主体建筑没有完全竣工。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左权将军移陵安葬最终被推迟到了1950年。左权等诸烈士的遗骨从墓中取出，换上了新的棺木。那几天里头，连下了几天的大雨，全是土路。积一场大雨以后，几天的大雨，把所有的路全部都冲毁了，冲成泥浆，就没有办法走了。很多的老百姓出来，从外面挖出来黄土，挖出黄土以后，垫在陵园路，一直到车站，一直铺了一条路，连夜赶出一条路。很多老同志在回忆中说啊，也是老天爷也是受到了感动。第二天，连着下了几天的大雨变成了蒙蒙细雨。左权将军、何云等8位烈士的灵柩被送到了邯郸。那个历史性的葬礼刻进了太多中国人的记忆。1年后，毛泽东由南方返回北京时，专程在邯郸停留，步行走进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墓前，毛泽东摘下帽子，默默站立了许久。秋风吹拂着他斑白的鬓发，使在场者为之动容。葬礼过后，左权的妻子刘志兰很少向外人谈及左权，但在左权牺牲40周年的那天，他却跪在左权的墓地上泣不成声。当时的情形，学者尚荣生印象深刻。刘志兰当时白发苍苍的，我们俩就在那交谈，谈了很多。当时就趴在桌子上了，哭的呀，真是哭得非常厉害。谈起左权，眼睛里他都是很亮亮的那种感觉。他说真是太行山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事情。60年过去了，当年的左太北已是垂垂老者，虽然关注的目光依然年轻，但心境却已截然不同。过去就是他一个伟大，我是真体会到我有一个爸爸，
就是我有个伟大的父亲。后来就觉得，呀，父亲是离我那么近，那么亲，这个才真的觉得，就是父亲就在身边，父亲时时刻刻在我身边。战争是残酷的。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和党政机关领导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华日报40多名记者血染十字岭，3名女记者藏身在一个山洞里，其中1名女记者的丈夫就藏在对面的山洞里面。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同事奋勇还击后，砸断手枪跳崖殉国。还有2名朝鲜义勇军的战士也在这次突围当中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左权的妻子刘志兰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纪念左权。为了革命，我贡献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我将向你学习，继续你的一致奋斗。文章流露出的是一个妻子对丈夫最真挚的爱，同时也道出了全体国人的心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今天的人们呢，会以各种各样的心情来回顾那段历史，怀念那一代革命先烈。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传奇中国，我是大卫，再见。